对美联储年内降息的质疑声现在已经越发响亮。桥水基金联席首席投资官鲍勃·普林斯周二加入了这一阵营。他表示，持续的通胀和美国经济过热已经让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偏离轨道。桥水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1125亿美元。就在普林斯发表上述言论之际，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周二表示，如果反通胀进展停滞，经济增长保持强劲，那么美联储今年可能不会降息。博斯蒂克今年在制定货币政策的 FOMC 中拥有投票权。美国劳工统计局将于周三公布3月份消费者物价 CPI 通胀数据，这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投资者的预期。接受外媒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，总体通胀率将小幅上升至 3.4%， 核心通胀率将降至 3.7%。在将利率提高至23年来的最高水平后，美联储在去年年底表示已经完成加息。尽管此后通胀数据强于预期，且美联储在3月份的经济预测摘要中上调了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，但点阵图仍重申了今年3次降息的预期。他说，经济预测摘要建立在假设条件的基础上，如果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至一定水平，那么利率就可以降低，但目前这些假设都不成立。因此，普林斯表示，他认为目前没有理由将现金转为长期债券。他指出，短期国库券的利率远高于长期国债的利率，投资者在承担持有长期债券的额外风险的同时，并没有得到太多回报。他表示，押注利率不会很快下降的投资者没有理由抛售现金，因为其他资产相对于现金的风险溢价还不在适当的水平。最后，我们总结一下，在当前的经济增长和通胀水平下，降息的唯一理由是经济生产率得到大幅提升，无论是由于移民激增还是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幅提高，这种情况将使美国实现非通胀性增长。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您有房产买卖委托或是相关问题，都欢迎留言私讯我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，拜拜。